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少爷兵。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从零开始了解乐天大藤化学。当你看完这个影片，你会了解到乐天大藤化学的背景、核心业务以及最新的财务报表状况。乐天大藤化学 Lotte Chemical Titan Holding Berhad 创立于1991年8月。主要从事着石油化学工业相关业务，是马来西亚第一个，也是当时最大的石化集团。公司的初始名称是名为 Lexiscope Malaysia Sdn Berhad， 由公司的名誉主席赵廷珍所创立。1个月后，公司名被更改为 Titan Holding Sdn Berhad。后来公司在发展的途中也再度改名，直到2004年成为 Titan Chemicals Corporation Sdn Berhad。而当时的 Titan Chemicals 已经是一间拥有了7间子公司和8间化学工厂的大型集团。2005年6月 ，Titan Chemicals 成功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主板上市，代码为5103 Titan。5年后，也就是2010年，来自韩国的5大集团之一的乐天集团，以每股2令吉35仙进行全面限购 Titan Chemicals 的股权。1年后，Titan Chemicals 从大马股票交易所除牌，成为乐天集团旗下的子公司。由于成为了乐天集团的旗下子公司， Titan Chemicals 随后也在2012年12月正式改名为 Lotte Chemical Titan Holding Sdn Berhad， 也就是现在的乐天大藤化学。转眼间5年过去了，乐天大藤化学在2017年宣布重新上市，并将首次公开募股发售价设为每股8令吉，要一举创下自2013年5月以来马来西亚和东南亚最大型的首次公开募股。可惜的是，每股8令吉的天价难以获得公众的青睐，就连公司董事也不情愿买，认购率可以说是严重不足。在毫无办法之下，公司老板只好将每股8令吉的天价一口气下调 18.758 仙至6令吉50仙，创下了马股有史以来在首次公开募股时大减价的少有公司之一。2017年7月11日，乐天大藤化学成功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主板上市，再度成为上市公司，代码为5284 LC Titan。虽然成功上市了，但是先前出师不利的 LC Titan 并没有就此安稳下来。就在上市不到1个月， LC Titan 就公布了一份净利暴跌 72% 的业绩，令到投资者失惊错愕，纷纷抛售股票，导致市值一下子蒸发40亿令吉。2个月后， LC Titan 位于柔佛的厂房又发生火灾，再次引发投资者恐慌情绪。又过了半个月不到， LC Titan 因为厂房排放的气体太臭了，结果接获环境部发出的停工令，以降低臭味和消除油污后才可复工。1年后，也就是2018年12月，本以为已经要抛开霉运的 LC Titan 又被大马证券监督委员会给盯上了。大马证券监督委员会针对去年 LC Titan 在上市前没有通知大马证券监督委员会公司的实质发展，也就是在去年4月面对11天的治水问题所引发的净利暴跌 72% 的业绩。因为在上市招股书里并没有明确说明治水所导致工厂关闭和产量减少的影响，所以给予公司董事和顾问申诫和罚款219万令吉。到了2019年10月，由于化工领域挑战重重，加上从首次公开募股中所筹集到的资金并不足以充当印尼化学乙烯新厂 LAI 的成本，所以托售子公司乐天化学印尼49%股权给母公司韩国乐天化学，以分担LAI计划成本。目前 LC Titan 正积极完成LAI项目，预计在2023年可以开始投入生产，并在2024年成为东南亚首屈一指的石化公司。LC Titan 的业务是属于石油和天然气领域的下游业务，主要是将石油原料之一的石脑油 Naphtha 转换成可以制造塑料产品的化学品。石脑油经由裂解过程会生产出不同的化学产品，包括烯烃和其衍生品 Olefins and Derivatives 以及聚烯烃 Polyolefins， 而这也是 LC Titan 的2大核心业务。
烯烃是一种碳氢化合物，可以分成乙烯、ethylene、丙烯、propylene 以及衍生产品 derivatives。乙烯是基本的化学原料，可以用于制造化学物品和炸药，也可以用作水果和蔬菜的催熟剂，是一种已证实的植物激素。丙烯则是一种有机化合物，无色无臭，但稍带点甜味的气体，是用于制造多种化学产品的原材料。衍生产品就是从乙烯和丙烯中提取出来的产品，是一些只有化学专家才能了解的原料，可以制造成汽车轮胎、尼龙、塑料包装和饮料杯等等的相关产品。在2019财政年，烯烃和衍生产品为公司贡献了总营业额的28%以上。聚烯烃在全球塑料生产中发挥着主导作用，几乎占全球需求的2/3。聚烯烃是由一种或几种烯烃聚合而成的聚合物，可以加工制造各类不同品质的塑料产品，当中包括用于制造食品包装薄膜的低密度聚乙烯，用于制造家用塑料存储器的线性低密度聚乙烯，用于制造家用和工业化学品瓶子的高密度聚乙烯，以及用于制造食品包装和金属化薄膜、高透明度薄壁容器和热罐装容器的聚丙烯。截至2019财政年，聚烯烃产品为公司赚取了总营业额的75%以上，是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现在来为各位介绍 LC Titan 最新季度的财务报表。LC Titan 在2020年第3季度的损益表显示，营业额从去年的21亿6699万令吉减少了18%至19亿4059万令吉，净盈利也从去年的9130万令吉下降了13.78%至7877万令吉。营业额的减少，主要原因是因为新冠肺炎疫情使到经济衰退，所以其产品的平均售价也跟着下滑了。至于净盈利的减少，主要是因为外汇损失加大、财务收入减少，以及美国的 LoRa 飓风造成联营公司亏损增加所致。资产负债表方面，公司的总资产比起9个月前稍微提升了0.58%至139亿1650万令吉，变化并不会很大。从表中可以看出，公司的库存量是比9个月前减少了，这证明公司这季度的销售量有提高了。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也比9个月前减少了，这是因为公司已经向客户收回了产品的余额，表示公司有很好的收账能力。而且客户的信誉也是很不错的。根据2019财政年的年度报表，公司的应收账款当中，只有少于0.18% 是需要减值拨备，其他高达98%以上都是直接付款的客户。其他值得一提的就是公司的流动现金，手头上的现金加上定期存款，一共有接近40亿令吉。深入了解可以发现，其实当中的大约25亿令吉是首次公开募股所筹集到的，用于发展印尼业务的资金，所以也就只有大约15亿令吉左右是属于流动现金，不过已经算绰绰有余了。另一方面，公司在这一季度的总负债比起9个月前下降了3.88% 左右，至15亿1973万令吉。从表中可以了解到，公司有记录一笔拨备金来充当拆除费用，以在未来用于一些租用的场地合约届满时需要拆除建筑物的费用。其他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的应付账款和其他应付款比起9个月前有减少的迹象，代表着公司正在偿还拖欠供应商的欠款。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公司是没有任何的银行贷款，也就是说是一间净现金公司。至于现金流表 ，Opera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入在这一季度比去年扩大了22%，至8亿0387万令吉。首先可以从表中了解到，这一季度因为税前盈利减少，所以导致了营运资金也跟着下滑。不过由于这一季度的销售量提高，向客户收回更多欠款，以及增加尚未支付供应商的账款，导致现金流入比去年来得多。Investing Activities 的现金流出则增加了93%，至7亿6705万令吉。
从表中可以发现，现金流出倍增是因为公司这季度加大了购置固定资产，还有进一步增加其他投资以及联营公司所致。Financing activity 也是录得了现金流出的情况，不过与去年同季相比，则减少了92%左右，至3300万令吉。从表中可以看到的是，现金流出大减，主要是因为公司向乐天母公司发行普通股所得的收益，还有减少了分发给股东们的股息所致。总结来说，LC Titan 是一间石油化学工业的生产商，所生产的聚烯烃是用于制造应用范围极其广泛的塑料产品。在过去10年中，聚烯烃需求一直稳步增长，显示着人们对于塑料产品的依赖已经日益剧增，所以需求性方面是无需质疑的。那么回到公司的基本面，可以看到公司没有任何贷款，手上握有大量的流动现金，年年派股息，整体来说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只不过从上市以来，公司的营业额和净盈利就处于下跌的状况，股价也跌跌不休。除了在今年的2月头到5月中，相信在其他时间里投资 LC Titan 公司的小股东们都是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吧。那么现在是否是投资的好时机呢？毕竟股价已经到达了历年来的低位。想到这里的各位就要特别谨慎一点了。须知道公司是属于周期性行业，因为公司产品的原料是石脑油，而石脑油是从石油提炼而来的，所以石油价格的波动也会对公司盈利造成影响。再来就是公司的产品用途过于广泛，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卷土重来，全球的经济预计将会再度放缓，导致需求量大幅度减少，公司产品的平均售价也就会跟着下滑，从而影响业绩的表现。另外加上大马政局仍然处于不稳定期间，以现在这种时机，或许持续观望和等待经济复苏这种保守想法，相对来说会更切实际。各位又是怎么看呢？以上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影片。喜欢我这次影片的，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也欢迎订阅我，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那我们下期再见啦，大家拜拜。